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魔力威数位科技的总经理陈仲威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陈总您好。你好。陈总，我们的魔力威啊，虽然就是看到魔是跟包膜有关，然后呢魔力合起来又很好记，然后再加上一个威，它真的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产品。你要帮我们顾眼睛，对不对？对。怎么顾眼睛，也要我们对这个眼睛蓝光对它的一个危害有了解，才知道要用您的商品来保护自己，对不对？对。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对啊，其实这个名字魔力威这个名字的创起，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当时我在做包膜，手机包膜，然后后来因为我叫陈仲威嘛，然后就想到一个乐团叫魔力红，我就想说后面如果改个威，好像也不错不错。然后后来就是这名字就这样出来的，只是说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创了这个公司，我们要卖什么样的产品？是因为它毕竟是个品牌，你一定要有一个品牌主体性。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碰到一个长辈，他躲在棉被里面玩平板视网膜剥离，然后我们就开始对于蓝光这一块就很重视。是，然后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对人类的眼睛伤害是非常大。可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嘛，那我们必须要开始对于这个事情要开始重视，开始来推广。是，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就是要来做这个事情，就一路到现在。今年我们要第9年。第9年了。对。而且其实从当时你看中这个产品，然后再比如说找日本的厂商，对，开发了这个人家原来是有一点偏黄光的，可是你做了第一款一个透明蓝光。对。那样子就已经有一点一炮而红了，对不对？其实也还好啦，也没有说一炮而红啊，只是说在市场上当时确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震撼吧，就是说大家对蓝光普遍的印象都有带颜色，都有颜色。那我们做第一款透明的时候，大家也很好奇说，怎么会有透明的蓝光？对啊，完全没有色差的。所以当时我们对于这个产品就是一出来之后，其实大家都因为好奇，甚至开始慢慢，因为电视上新闻报道已经开始在讲眼睛那个手机对眼睛的伤害。那大家对这个蓝光的那个了解度越来越高的时候，那大家就去选择产品。那刚好这个时候我们出来，也对消费者来讲是另外一个选择。是，对啊，他就是可以抛弃以往他可能看上去整个都很黄啊，对，那个或者说带着那个颜色很深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也是这样慢慢，我们就是逐步的前进。对啊。您做的有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你要让消费者知道这个产品是有效的，所以您做了什么事？其实我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市场上已经有这么多类似的产品，可是今天这个产品，因为它牵扯到不管是化学或是光学，包括它阻隔率，因为大家最在意的是阻隔率，你这个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效果？那今天有没有效果也不能我们讲了算了。对，那我们势必是要找第三方的大厂商，比如说 SGS、莱茵、Intertek 这种全球的这种大厂去给它验。是，那我们为什么要验这些东西？主要是因为我今天在卖这个产品给消费者的时候，我希望消费者他可以完全的很放心，因为我已经都帮你验好了。是，那只是你只要在这个里面做选择，就是这样而已。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诚信很重要，你卖一个东西，你不能老王卖瓜，或是无中生有。我们就是实事求是，我的东西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甚至我卖给你，你拿去验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产品就是这样。OK， 对啊。所以贵绝对是有道理的，它必须要贵，因为真的砸重本啦，光是那些认证的费用就很高，对不对？光 SGS 我前后光蓝光我验了起码20-30次。其实东西你看一批来就去验，一批来就去验。对啊。然后你现在就是也特别就是有那个护眼认证，然后找这个莱茵来验，对不对？对。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认证机构？其实一般的消费者不清楚，但是我们如果做专业的，一定会知道它。对，其实早期我们在卖蓝光保护贴这个产品，主要就是测阻隔率而已，就是测阻隔率高低。可是呢，它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你阻隔率只要高，你要它高的时候，你那片保护贴势必要有颜色。OK， 它是靠颜色去阻隔。可是后来呢，因为莱茵那个德国莱茵 TUV 嘛，它跟美国的 iSafe 专门在研究蓝光的一个机构，他们现在就是已经做出一个研究报告，这个蓝光
到底要什么样的产品，就是去符合这个东西，它经过他们的检验，就是要符合他们护眼的标准。那他们在检查这个东西是很严格，它跟我们以往在验是不一样。因为它第一个它要求就是阻隔率嘛，因为你这片到底可以阻隔多少有害蓝光，而且蓝光最重要的，其实一般消费者可能不知道，我们主要手机、平板、什么电视，主要我们要阻隔蓝光的波长是420到460，也有人讲415到450，最主要是这一段。那莱茵它就针对这一段，它就帮你就是去检验你这一段可以阻隔，因为只有这一段是对眼睛是有伤害的。对啊，好，然后后来它除了阻隔率之外，它还要那个色温差。它色温差它也控制，你要几百 K 内。像我们是 RPF30，就是护眼，全世界护眼最高等级，它就是要你那个色温差控制在500 K 内。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而且透光率要超过80。所以等于就是说，你这个产品啊，你贴上去之后，第一个你阻隔率要高，就是阻隔那个蓝光要高。可是呢，你又不能失真偏色，所以这个是矛盾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很难做。我们光这个胶我们弄了大概7个月才做出来。对啊。其实从最早你投入到这个产品都还没有研发团队，到现在你已经有研发团队了，整个都是围绕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越做品项越多，然后在推广上面已经推广到就是手机啊、平板啊，还有什么？手机、平板、电脑、电视、汽车，包括大萤幕，我们最大的可以做到75寸。是，所以等于只要是萤幕，基本上我们都有办法做。OK， 对啊，只要是萤幕我都有办法做，因为萤幕的东西大部分都有蓝光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本来一开始也是从手机开始起家，只是慢慢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因为我觉得我们既然决定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做到最好，而且我们要符合所有人的需求。是，就像家里的电视啊，对不对？家里电视我们也是可以贴，那个我们也有办法做。OK，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市场上以往同性的那个同业不一样。OK， 对，而且像我们当初我在做手机，我是从手机蓝光起家嘛，是，我大概有700种品项，所以等于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品牌，小米、OPPO、realme 什么，我全部都有，因为你在网络上看到几乎都是 iPhone，我到现在我连 iPhone 4S 我都有。OK， 对，好，所以就是也找到车商，有，我们跟车商有合作，就是做那个汽车萤幕那一块。反正就是这个会危害到健康的，你都很在意嘛。对，而且你都在推广上面，你都是有特别提到，其实小朋友12岁以下，我们不要这样子让他去接触到这种3C 产品，他真的一接触他就会黏住了，他的这个近视各方面都会提早，然后视网膜剥离各方面的。其实现在啊，为什么之所以眼科诊所生意那么好，就是因为从小可能2、3岁就开始接触手机平板。那小孩子呢，他在看手机平板的时候，他睫状距会一直聚焦，他频繁跳动，他会比成人更敏感，所以就会造成假性近视。可是呢，假性近视当然他会透过矫正，可是事实上，假设你300度，你上手机点下去，可能变200或是150，我是说假设，是，那你就是真近视可是这个近视会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所以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也要透过这个机会也要跟有些父母亲讲，真的小孩子少让他们去看这个东西，因为近视只要超过800度，就算高度近视，未来眼睛发生病变的机会是比一般很大的。是。所以你看，不要小看这个手机尤其是千万不要关灯看手机。OK， 千万不要。当时你那个起心动念，你会真的想要投入，也是因为一位老先生的故事，对不对？对啊。因为我是因为他，我真的吓到了。我说，为什么一个手机会把眼睛搞到视网膜剥离？然后后来，当然在卖的这些年来，因为我已经做了，准备要迈入第9年，所以我对这个东西会比较敏感。我们周遭也会碰到很多，譬如说像黄斑部病变的人，他来找我们买这种产品，他是完全不会考虑，他是一定要买的。是，因为我跟你讲，这个眼睛的问题，它不像感冒，感冒你是马上有感觉，你可能吃个药就好，可是呢，这个蓝光它对你的眼睛伤害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的，因为
眼睛是有年龄的，是你用眼过度会提早老化，是，所以很多眼睛，你看为什么现在15岁白内障，20几岁黄斑部病变，以前黄斑部病变，老实讲，我听都没听过，可是你看现在20几岁就有，怎么来的？关灯看手机，甚至后面就很失明了。失明就不是只有自己辛苦，对，一家人都辛苦，对，一家人都辛苦，而且再来走到那个阶段的时候，那就不是钱的问题，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你看像现在像黄斑部病变，它现在目前的医疗就是打针嘛，针插眼球里面打针，那费用又高，那又不会好，它只是维持，是，其实大部分到后面也是要等失明，所以这个伤害很大，对啊。好哦，所以但是最主要是什么呢？但是最主要就是小朋友的眼睛一定要顾。OK， 所以就是从当初最早的这个产品都围绕着蓝光，然后当魔力微真的这个品牌，因为您的用心，然后越来越有知名度之后，整个我们现在的魔力微，它的产品线也扩及到其他的，对不对？对，因为品牌在做的时候，你必须还是要延伸嘛。那我们慢慢后续也会，其实过完年后了，我们陆陆续续很多产品要上。OK， 不管像这个镜头环是蓝宝石镜头环，包括行动电源，包括充电头、充电线壳，这个陆陆续续我们都要做。对啊，只要去到那个魔力微的，不管是线上或者是线下的这些店面，都可以找到他们要的东西，对不对？对，OK，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您对魔力微的短中长期计划吗？其实我们公司目前是在全省经销商还蛮多的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往国外跑了。是，像我没意外的话，我大概3月份新加坡那边要跟我签一个总代理。新加坡我们也要去 ，OK， 然后包括像我去年前半年，我几乎都去上海，那我现在也在想办法看办法拓展大陆的市场，包括越南，我们也会去，对啊，因为这个产品它没有国界的，是，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手机，甚至我们去国外，可能去地铁，你永远看到大家都是这样子站着然后看手机，没错，每个都在看，没错，然后几乎大家都在戴眼镜，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的可能不知道说，高度近视未来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蓝光这个品牌的执着，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产品，对人的眼睛是有帮助。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让所有的消费者有一个观念，就是手机少看。因为我就讲，他现在是数位海洛因，所以现在那个小朋友已经看到不会动了。然后造成眼睛，你看国小一堆近视率，现在台湾近视率最高的。对啊。那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品牌往国外，其实我们靠的是专利耶。对啊。我们的专利其实真的申请，就有一些根本他没有办法去，已经被你们专利申请到了，对不对？我们有台湾、大陆跟德国的专利，三个。OK。对啦，但是不管多远啦，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去争取。是。有机会都争取，OK， 而且不管在各个领域，好哦，对各个领域，好。那其实当初啊，真的是靠我们的这个眼光的精准，人家还搞不清楚什么是蓝光，然后蓝光又有很多，然后又不知道它真的有没有用的时候，你就是看准它，对，很赶，对，因为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对人的眼睛是有很大的危害，可是。在大家不相信的年代，我就已经在开始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未来绝对会是趋势。而且现在你也知道，手机人手一机，所有东西都是靠手机。尤其是年轻人，追剧的、打电动的，那个无形之中，其实一点一滴在伤害自己的眼睛。所以当时我就知道，这个蓝光这个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开始做这个事情，做到现在。是。所以您取得先机，不只是一般的这个商机的先机，您取得先机的是关乎我们这个眼睛健康的这个先机。这个商品对我们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然后我们愿意多花一点钱，绝对是值得的。对，所以也是在于，就是说我们如果对于有意愿想要创业的人，能够进行这样的创业，是一个很特别、很值得的事情，对不对？对啊，对啊，因为创业的路是很辛苦，是，但是我还是会劝时下的年轻人，想做就去做，
OK， 对，因为遇到问题再来解决问题。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创业你不是先有钱，要先有胆。你想要做这个事情，先做再说，这样你未来的路说不定会很光明。OK， 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你在走的过程中，其实无形中很多事情会逼着你去往前的动力。而且做对人类有益的事情，那个善因缘也会比较容易具足，对不对？对。OK，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魔力威数位科技的总经理陈忠威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分享魔力威在这个9年当中，到底是凭着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执着，您用执着来形容，对不对？然后可以走到今天，然后未来的路会越来越宽广。可是即便这么宽广，回到他的初心，他还是觉得说，我们不要就是整个的就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3C 产品上面，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保护，这个是父母的职责。对，那也不要想说有魔力威的产品就可以让你免于眼害，也就是蓝光之害，不能有这样子的侥幸的心理，对不对？对。再次谢谢陈总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你，谢谢。